如果女儿的冤魂久久不散，你会怎么办吗？2024最新美国恐怖片《邪教招魂》来了，鬼魅重生，重口味，女儿从父亲的身体内钻出来。话说故事发生在2000几年的美国，大卫坐船出差后疲惫而归，他连喊几声女儿玛莎的名字，却无人回应，心中的忧虑如潮水般涌来。因为他看见女儿的车子就在院子里停着，所以他肯定玛莎就在家里，于是他来到了2楼。最后他在浴室看见了玛莎割腕自杀，那个画面恐怖的让人窒息。估计刚死不久，大卫瘫倒在地，从此大卫噩梦连连啊，晚上基本无法安睡，每次都被噩梦吓得全身出汗。问题是他竟然还能听见女人的哭声。哇塞，那不就是玛莎吗？难道他变成了阿飘？随后大卫在家里坐如针毡，实在是无奈，只好去社区的互助组跟大家互相倾诉，以便排解心中的恐惧和苦闷。旁边坐了4位穿黑衣服的女子，听得十分认真。至于玛莎自杀的原因，大卫也没有说清楚。大卫接着告诉大家，女儿死了1个月之后，老婆艾琳跟他离婚了，现在他等于是孤家寡人，人生来到至暗时刻。社区的工作人员大胡子不停地开导大卫，希望他往前看。不过大卫最希望的就是如果能利用通灵板跟玛莎说一下话就好了。大胡子认为那只是美好的想象而已，千万不要把那个通灵板当成救命稻草。活动结束后，那4名黑衣女子拦住了大卫，意思是他们有通灵的本事，在这方面可以帮助到大卫。不过大卫根本就不相信，因为他其实是无神论者。不过当领头的女子说出女儿玛莎的名字，就让大卫非常的吃惊，因为他从未对外透露过女儿的名字。领头的女子声明，这是他们聆听大卫心声的结果，说的神秘兮兮的，如果大卫改变主意了，他们会找到他的。这把大卫搞懵逼了。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，家里的灵异现象并没有消失。艾琳抽空回来，把自己的衣物拿回父母家。两人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大的矛盾，主要是艾琳在女儿死后心情极差导致的。到了晚上，那些怪事频频出现，还影响到大卫左手掌的伸展。没错，在这个家中的确是有个阿飘在游荡。大卫找到了玛莎的日记本，里面夹有一张女儿的合影，这引起了大卫的注意，因为画面上除了女儿，其他人脸部都被画花了。有时大卫也能感觉到玛莎的存在。接着大卫仔细阅读了女儿的日记本，有几页纸写满了为什么，为什么，大卫都看呆了。有时大卫在看那张照片时，手上突然多了一条女人的内裤，接着听见楼梯的有动静，走过去一看，没错，玛莎正在上楼。大卫叫了女儿的名字，玛莎停顿了一下，接着又往上爬。这下大卫心里有数了，于是跟了上去。玛莎在自己的房门口停了下来。哎呀，大卫又被吓醒了。反正这些景象之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，都把大卫搞得迷迷糊糊，整个人状态非常不好。最后大卫下定决心去找那4位黑衣女子帮忙。果真他在社区的办公楼遇见了他们，他们也感知到大卫的来意，他们答应可以到大卫的家里搞一次净化，不需要大卫给他们地址，他们可以自己找到的，然后就走了。大卫回到家还没有几分钟，那4名黑衣女子就找来，随后4人立即开始做法事，可是被一阵敲门声打断。大卫打开门一看，哇塞，竟然是艾琳，她是来取邮件的。开始他还以为他们是大卫找的小姐呢，生气的跑到屋外，大卫也跟着出来。艾琳后来听大卫说，那些人只是灵媒，就是来搞净化的，这下反倒把艾琳惹火了。他认为这是在瞎闹，转头就走了。大卫回来得知这4人已经跟玛莎的鬼魂沟通，他们告知大卫是玛莎不想跟大卫说话，这把大卫搞得很生气，认为他们就是在胡扯，随后就把他们赶走了。到了半夜，大卫还在心神不安地喝着啤酒，他把女儿的日记本一页一页地撕掉，没想到玛莎就在楼梯口晃荡。看到这里，可以发现玛莎的鬼魂一直没有离开家，为何她的冤魂迟迟不散？咱们拭目以待。到了后半夜，大卫又被吓醒，耳边听见玛莎撕心裂肺的喊叫，都把他搞得头晕脑胀，于是就跑到了2楼女儿的房间。突然玛莎的鬼脸露了出来，大卫再次被吓醒，但是床边的玛莎鬼魂若隐若现，反正就是搞得大卫不得安宁。不过这次大卫觉得玛莎就在旁边，于是走了过去，果真玛莎跪在地上默默无语，他就去扶住玛莎。
这又是一个噩梦。不久他发现在他办公室的外面站着3个疑似邪教的人盯着他看，他觉得不可思议。后来大卫通过玛莎的女同学了解到，玛莎近期也去参加过几次互助组的活动，具体结交了什么人他就不知道了。电话刚挂掉，3名神秘人就找到了这位女同学。到了晚上，家里突然出现一个女人，示意他去玩一下通灵板。大卫按照要求玩了一把，瞬间他发现自己处于另外一个空间，周围的披纱的女人就是那4名灵媒。不对，应该说他们是神秘人更合适。领头的女人让大卫把女儿的日记本和内衣拿出来，这样他就可以把玛莎的鬼魂召唤出来跟大卫说话。于是大卫照做了一番操作之后，4人同时晕倒。接着大卫发现那张女儿的照片中被涂抹的人脸恢复了原样，没错，站在女儿旁边的人就是这4个女人。大卫吓得回到家中，没想到前妻艾琳竟然回来。大卫恳求艾琳今晚留下来陪他，他的心情糟透了。艾琳同意了，不过他看见那些通灵板，脾气又上来了。 Are you using that thing to contact Masha? It's just a game from Parker Brothers. So you have that. No, it's a coping mechanism. It's fucking morbid. 两人为此吵了一架，艾琳气得认为大卫有恐慌症就离开了。隔日早上醒来，大卫发现母女俩坐在沙发上不说话，艾琳一动不动的，而玛莎就凑到艾琳耳边说了几句话。大卫又被吓醒了，没想到这次梦里又出现了艾琳，他喘着粗气，他简直就是被噩梦和阿飘包裹着，生存的空间已经几乎没有了，这样下去他迟早会发疯而死。就在这时，2楼传来玛莎声音，他不停地叫着爸爸爸爸。大卫想不去都不行啊，因为他的一只手指被红线牵着。大卫战战兢兢走到2楼的浴室，吓得他瘫坐在地上。玛莎自杀的场景再次出现，万万没有想到玛莎开口说话。 Daddy, bring me back. Bring me back. No, bring me back. 大卫又被吓醒了，满身是汗。他走到了窗外，看见3名神秘人站在外面一动不动。到了第2天晚上，大卫提着一些玛莎的用品来到了社区大楼，他想自己搞个招魂仪式，把玛莎的鬼魂召唤出来。他要好好沟通一下，否则他真的会被搞得发疯而死。因为他发现女儿日记本里有一段话，就是那4个女人所念的咒语，渐渐起作用。等大卫再次醒来，整个楼梯道灯光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接着有哭声传来。大卫循着声音找去，终于在草坪上看见了玛莎，全身湿漉漉的，浑身冒着冷气。大卫感到这次是真的，因为他摸到了玛莎的尸体。 It's you, honey. It's really, really you, honey. You're alive. Please, really cold. Yeah, let's get you inside, okay, honey. 他赶紧把玛莎拉进了大楼里。大卫就想知道玛莎从哪里来的。玛莎的意思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大卫想起2楼有一间浴室，就让玛莎去冲洗一下。他把衬衣脱下来，正好还带了女儿的内裤，扶着玛莎去冲洗。与此同时，5名神秘人走到了大楼的门口。玛莎洗完澡后渐渐站立不稳，大卫一直搀扶着玛莎到了1楼的茶水间。大卫生怕女儿饿到了，于是就找出2片面包，涂抹上果酱之类的给玛莎充饥。接着他给艾琳打电话，希望她去家里会合，因为他把玛莎找回来了。艾琳根本就不信。突然手机传来邪恶的声音，很明显这个电话是无法再打下去。大卫只好回去找玛莎，就看见她站在那里发着呆。他的意思是他记得她是谁了，然后转过头恶狠狠地盯着大卫看。 Was I a good girl, Daddy? I do love you. Were you nice to me? 接着玛莎质问大卫自己为什么要自杀。大卫不想讨论这个问题，因为他没有脸讨论这个问题。他是个禽兽父亲。大卫就拉着玛莎赶紧离开这里。很快大卫发现那些神秘人封住大楼的门口，玛莎大声的叫喊他要玩游戏，然后使劲摆脱了大卫的手，就开始在大楼里乱窜。大卫就在后面追逐着，那个感觉就像是父女俩在玩躲猫猫的游戏。大卫无论怎么找都无法抓到玛莎，最后又回到了茶水间。他看见面包还在，但是玻璃杯却不见了。正在大卫狐疑之际，玛莎用玻璃杯砸到了大卫脑袋上，大卫应声倒地。他感到害怕，
分明玛莎这是来索命的，于是走出了大门。他掀开那些神秘人的头套，哇塞，可把大卫吓一跳，这分明是人形怪物，难道是从地狱里冒出来的？吓得大卫只好返回大楼。接着就看见玛莎拿着一把尖刀，话音刚落就奔着大卫杀去。大卫一个没有来得及躲避，肚皮就被划伤，他一脚踢开了玛莎，赶紧往2楼跑。玛莎一路尾随着大卫，无论怎么躲避，结果都被玛莎发现。父女俩再次发生了激烈的厮打，大卫就把玛莎推到一边，两人就在那里喘口气。玛莎开口说话 Masha hates you, David. So she sent me instead. 哇塞，大卫就被这个玛莎咬得全身血淋淋的，十分的恐怖。大卫奋力反手一击，强力把玛莎压到身下，捡起地上的尖刀，一阵乱捅之后，玛莎不再说话，露出2排尖尖的牙齿。其实这个不是玛莎，她只是披着玛莎的人皮的另外一个鬼魅。大卫就想赶紧逃吧，可是他被那些神秘人包围了，然后被摁在地上摩擦，再摩擦，最后玛莎的双手竟然从大卫被割伤的肚子爬了出来，接着玛莎整个人从大卫的肚子里钻了出来，她重生了。影片到此结束。我认为本片拍摄的还行，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半。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。道貌岸然的父亲其实是禽兽不如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女儿在外界的帮助下，最终获得重生。当然这只是一种臆想，恐怖氛围的营造还是不错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，明日见。